大家好，大家近期跟我一樣，心情應該是非常的複雜。一方面是想回味當年的感動啊，另一方面呢，每天光是打開遊戲，面對那個排隊地獄，真的是會讓人懷疑人生啊。因為我今天又排了1個小時才入場啊。但是各位觀眾，除了排隊排到天荒地老之外呢，如果你是有幸能夠進入遊戲，並且在熱門地區練等的，有沒有發現一件極為詭異的事情？一直以為是我眼花或者是 buff 效果的誤會啊，但隨着越來越多工作室囂張的行徑，覺得為什麼這些滿坑滿谷的工作室妖精，他們的精靈餅乾好像都是不用錢的一樣，跑速攻速都是很快，而且非常的持久啊。雖然我之前的影片有稍微提到過啊，就是現在的外掛程式嘛，確實可以增加移動速度跟攻擊速度啊，但是它的增加幅度是稍微提升啊。但我自己手動玩家嘛，我沒有用過那些程式，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那些程式的稍微提升到底是怎麼樣。所以我在韓國的論壇上看到一部影片啊，我才知道這個原來工作室的妖精竟然可以只喝綠水的情況下，就達到綠水加金餅這種速度疊加的效果。也是因為這樣呢，他們可以透過外掛完全省下精靈餅乾的消耗啊。我們來看這段韓國玩家的影片啊。這位韓國玩家非常的有耐心，他隨機鎖定了一位疑似工作室的妖精角色啊，其實這一坨都是工作室啊，也不用疑似了。然後呢，他進行長達1個小時的跟蹤啊，在畫面上只有顯示他喝了綠色藥水，完全沒有使用精靈餅乾的特效。但是這位韓國玩家呢，他為了速度的比對嘛，他喝了綠水跟吃了餅乾，結果2個人一起跑圖、一起打怪的時候啊，攻擊頻率跟移動速度竟然是差不多的。這如果在以前的版本啊，通常會出現回溯或者是拉腳的情況啊，因為伺服器會判定你的速度異常，把你拉回去原來的位置嘛，其他的玩家會看到你在原地發呆的樣子啊。但是這個外掛角色呢，完全沒有這些跡象啊，移動的非常滑溜順暢啊，攻擊也沒有任何的停頓啊。這很有可能外掛已經破解速度上的限制了。有些朋友可能覺得，哎呀，這不就是省個精靈餅乾嗎？有差這麼多嗎？這個差別可大了，這不只省錢啊，這可以直接破壞遊戲平衡啊。我們現在來算一算，你就知道這個物價到底差了多少啊。現在一個精靈餅乾在歐林那邊賣1800塊嘛，奇岩商店賣1900塊嘛，我們就用最便宜的1800塊來算好了。一個精靈餅乾持續時間是8分鐘，1個小時是60分鐘啊。正常玩家要持續1個小時全程吃的話，要吃7.5個餅乾啊。也就是說呢，如果你要跟外掛一樣跑得快，每小時都要花13500的金幣啊。接下來呢，我們直接算一天24小時好了，因為工作室的機器人它是24小時不休息的嘛。一天精靈餅乾的成本就是324000啊。現在經典版的天幣有多難賺，大家應該心裡都有數啊。這個外掛功能呢，光是一個角色一天就能憑空比正常玩家省下32萬的成本啊。如果不止一個角色呢，我們保守估計啊，一個工作室可以開10隻角色就好了，這樣一天就可以省下300多萬啊。這已經不是單純的作弊了，這也會造成遊戲內的經濟影響啊。官方如果再不杜絕這種外掛，我們手動玩家到底是在玩什麼嘞？接着，除了外掛加速的問題啊，還有一個同樣是來自韓國論壇的爆料。大家還記得2月27號那是臨時維護嗎？官方的公告只有寫調整說話之島的怪物個體數量跟伺服器穩定作業啊。但是韓國那邊呢，有一篇文章是在說道具複製的問題。有一位韓國網友呢發了這個文章啊，他說他在玩遊戲的時候無意間觸發了一個 bug。當他進行特定操作後，背包裡的十字弓就突然多了一把，但他隨後發現這個似乎是一個顯示端的 bug 啊，因為只要重開背包呢，顯示就會恢復正常了。照理說這個是顯示 bug 的話，那就還好了。不過這個玩家呢，他擔心如果不回報，可能會有心人士利用這個顯示漏洞啊，透過其他手段去欺騙伺服器的數據，進而達成真的複製道具的結果。那可能就會造成遊戲很麻煩的問題了。所以他在25號或26號左右的時間啊，向韓國客服中心回報了這個問題。結果就非常的巧合，官方馬上在27號進行了臨時維護啊。
維護結束後，這個 bug 就無法再重現了。這雖然看起來是官方修復了這個漏洞啊，但也讓人不禁懷疑啊，2月27號之前啊，到底有沒有人已經發現了這個方法，然後透過其他的步驟啊，或者是什麼奇怪的手法，然後把真的道具複製成功了。這個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嘛。只希望官方可以把後端的數據監控就是做好啊。其實最後呢，就講講最近的官方態度啊。我之前在韓商有上過班嘛，所以我稍微知道韓國遊戲公司的作風啊。坦白講，他們對於海外社群這塊啊，經營得非常的差啊。通常就是單純上公告、上貼文啊，不管玩家在留言處底下罵得多兇啊，他們都不太會理會啊，只會按表操課啊，發他們該發的公告啊。最經典的例子就是2月28號這天連假嘛，大家都在排隊排到瘋掉嘛，然後又進不去遊戲啊，結果官方粉絲團發了一篇創角與三角指南的教學啊，我在底下看留言真的是快笑出來了。大家都說我連遊戲都進不去，你教我怎麼創角要幹嘛？這個到底是在嘲諷我還是諷刺我嘞？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目前遊戲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啊，就是舊賬號登錄遊戲要排隊排幾千人，還有可能排不進去啊。但是你創一個新角色啊，就很有可能不用排隊，直接秒進遊戲，或者是會出現排隊的數字，但是也是很快就會進遊戲了。這篇公告與其說是教學，我看倒不如是官方在暗示大家想玩嗎？排不進去嗎？那你就多開幾個賬號嘛。真的只是想要財報好看啊。至於舊玩家的排隊問題，就不是他們負責的感覺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感謝大家觀看。大家對於遊戲漏洞百出有什麼看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